2万换身份，移民选阿根。大家都说阿根廷的移民门槛越来越高，这2万美元拿居留到底是潜规则还是诈骗广告呢？ 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在阿根廷住2年就真的能拿护照吗？今天就来深入研究2026年移民阿根廷大家最关心的问题。Vamos。从去年就开始说阿根廷移民政策收紧了，很多人已经把阿根廷从选择清单里划掉，转向其他国家。但今天要谈2万美金存款换阿根廷居留，这听起来像是黑中介的诈骗广告啊！理解，在移民圈，凡是听起来太容易的东西，通常都有坑了。但首先搞清楚，这2万美金不是买身份的贡献，更不是贿赂官员，而是阿根廷官方对 Landista 被动收入签证要求的扩大解释。被动收入顾名思义嘛，就是躺平也能每个月有钱进账啊，那还可以怎么解读呢？传统上的定义，这类签证要求每个月至少达到5倍最低薪资的外国收入，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是1300至1500美金。以前移民局非常看重产生收益的房租合约、退休金证明，而且是要连续的稳定的收入才行哦。对呀，这类型的签证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但大家都被被动收入这4个字框住了。对于还没有退休的人来说，难度很高诶。但现在阿根廷为了吸引真正的有产阶级搬进来，已经把这扇门越开越大了。赶紧说说有什么新招数啊？简单来说，官方最新文件的意思是，只要拥有非劳动所得的境外合法资产，包括金融投资、房地产，甚至公司股份所赚取的钱，只要能资助你在阿根廷的生活就可以了。诶，是不是存款也算是一种资产证明呢？这要看对于 Landista 的最新解释。现在的政策逻辑是，从过去的看每月现金流，转向看总资产值。阿根廷政府与其去验证一张从国外开出来的，不知道是否能稳定收租的租赁合约，不如去看你银行账户里实实在在的美金存款啊。这才是最硬的生存能力证明。所以 Landista 现在除了可以翻译为被动收入签证之外，还可以称之为收益者签证。真是刷新概念啊！所以这不是钻漏洞，而是官方根据现在的法律框架，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执行。觉得有收获的话，可以透过 YouTube 超级感谢请我们喝杯咖啡啊！还有赶紧按赞订阅支持一下吧。没错，既可以支持我们继续独立运作，又不会错过最新影片。话说回来，那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2万美元放进去呢？申请完再还给人家嘛。千万不要耍小聪明啊！官方明确要求，资金必须来自申请人的资产，需要有合法来源的记录，比如是卖掉了台北或香港老房子的证明、股票接清的获利单，或是合法的赠与。只要有文件、有海牙认证，这笔钱就能转化为你的居留权了。那为什么非要2万这个数字呢？我记得月收入要求是1500啊，乘以12个月也才是18000耶。因为阿根廷的最低薪资是随披索汇率每月上下跳动，如果卡得太精准，没有缓冲，申请很容易会卡住。建议多准备20%的缓冲金，凑够2万美金才是最稳妥的避坑操作。那这笔钱需要全部汇进阿根廷的银行吗？老实说，阿根廷的银行你懂的，感觉不太安全呢。通常的流程是，一开始只要汇入一小部分，等临时居留获批后，才需要开始定期汇款。拿到签证后，汇进来的钱可以动用吗？这些钱可以随时用啊！阿根廷不是要收你的钱，而是希望你把钱花在这里租房、吃饭、消费。这不是买身份，而是带钱过来生活。如果我不会呢？反正居留权、身份证已经到手了啦。那明年续签的时候，移民局查不到汇款记录，就会对你说：“悄悄，好走不送了。”这是一个明确要求。我理解经常要银行国际转账是有点繁琐了，但花点手续费就能换来居留权，你说值不值得呢？在哪里申请会比较好呢？直接飞去阿根廷 Buenos Aires 办理吗？
这取决于你的小本本护照了。如果拿的是免签国护照，可以直接去现场提交申请。但如果拿的是那本需要签证才能入境的红色小本本，建议在原居地的领事馆办理了。虽然领事馆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路径反而会更好一点。这有歧视嫌疑哦，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不是歧视，而是为了避坑啊。2025年新法规实施后，阿根廷海关会严查入境目的。如果拿旅游签入境，却随口说我是来申请居留权，那很大几率会拒绝入境啊，因为这叫做签证与意图不符。领事馆入境虽然比较慢，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拿着居留许可来阿根廷，这对某些护照持有人来说是更安全的路径。这点很关键，入境原因要跟签证类型吻合。即使是免签的护照，海关也会问你想申请哪种类型的居留权，千万不要随口说一个，这些都会记录在案，到时候要改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出发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无论移民去哪里都一样哦。没错，阿根廷虽然在缺钱找钱，但也在加强移民管理，特别是针对那些想来当永久游客、不想办居留权的人。现在规则很简单，就是要合法移民。听说现在移民局申请案积压了很多，整个申请流程需要多久呢？如果是在阿根廷当地申请，最少要3个月吧。如果是在领事馆申请，可能还要6个月，甚至更多。毕竟文件来来回回都要传嘛。感觉阿根廷现在就像一个缺钱但很有尊严的餐厅，欢迎带美金来消费的客人，但不欢迎来撑空调坐1个下午的人啊。这比喻很棒啊！各位网友欢迎留言说说看法，阿根廷这招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呢？有任何遗漏也请多多指教。刚才说的2万美元存款拿1年临时居留，但实话实说，很多人是看中那本170国免签的阿根廷护照啊。以前经常说住2年就能入籍，现在这条路还行得通吗？路依然还在，但别再相信随便住2年就能拿护照了。难道法律改了吗？没有，但如何演绎就变了很多。自从2025年5月阿根廷移民政策大改后，就把入籍申请从以前的法院审理改成了移民局处理，而且官方对于那2年的居住时间解释为连续并且不能中断。那出去旅游几天探个亲都不行吗？没有说行不行，但目前最硬核的解读是2年内0天出境。这真的是移民奸啊！现在距离2025年新政实施刚好满1年，这意味着第一批在新政下挑战零出境入籍的申请人还在等待移民局的审核结果，估计最快也要到2026年年底，甚至2027年年初，我们才会得知第一个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说出境几天没关系，或者一定要零出境，其实都在瞎猜吗？没错，与其纠结哪一个才是对，不如表现出我真的在这里生活的状态，这反而更重要了。什么意思？不用看规矩了吗？也不是，我意思是说，要建立生活的真实感。如果一个人真的2年都没出境，但没有消费，没有交税，连水电费账单都没有的话，甚至也不看阿根廷足球，你觉得移民官会相信他想当阿根廷人吗？看来移民局是很在乎是不是阿根廷球迷呀。所以如果目标是入境阿根廷的朋友，不要只宅在家里数日子了，要真的去生活，去体验，甚至去融入这个地方。阿根廷很大，到处走走看看嘛。去学西班牙文也不错嘛。对啊，这非常重要。虽然没有规定入籍需要考西班牙文，但申请过程都是使用西班牙语，不懂的话很容易会卡关啊。那如果不想入籍，只想求个安稳的永久居留权，有什么要注意呢？临时居留住满3年，就是刚才的 Landista 受益者签证，要续期2年，每年至少住满6个月，就有符合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了。这条路径相比入籍来说，应该更容易、更稳妥一点吧。
那之前不是一直在传阿根廷要学习加勒比海那些国家推出那种投钱就给护照的计划吗？现在怎么样呢？2026年4月，阿根廷政府已经正式签署了第522号决议，取消了整个投资入籍计划的招标，可以说此路不通了。阿根廷不是很缺钱吗？怎么有钱都不赚呢？表面上是因为几家代理商互相告来告去，搞得招标案流程太难看了。但我认为深层原因有2个，第一是美国和欧盟一直在施压，如果阿根廷打开门卖护照，那这本护照目前的申根免签，还有正在争取的美国免签，随时都会被取消哦。看来阿根廷政府为了保住护照的含金量，只能做出选择咯。第2个原因更现实，政府发现这些代理商要求的佣金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先把计划暂停，估计未来有可能走向土耳其模式，也就是不会设总代理，只要符合投资门槛，就直接来阿根廷申请吧。不用代理，改走工厂直销，感觉很阿根廷的风格，但我怀疑行不行呢？所以说这条路不用等了，不如回到刚才说的存款换居留，然后实打实住上2年，这反而是目前最省钱、最稳定的选择哦。今天听完这些更新资讯，我感觉2026年的阿根廷规矩确实变多了，变严格了。还有经济通膨的问题要考虑，但说实话，只要2万美金的资产证明，加上2年的居住成本，就有机会拿到一本通行力全球前20强的护照。这种条件放眼全世界，真的已经快绝迹了。没错啊，阿根廷的规则虽然都在变，但它对资产阶级，也就是美金的底层逻辑没有变。这是一个给一小撮人准备的机会，而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梦想。同感啊，移民这件事到最后也是一小撮人选择的路吧，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留在舒适圈，然后继续抱怨大环境变差了。如果你也是那一小撮人，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朋友，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瞧瞧，拜拜。